哎，大家好，我是永文班，你们来欢迎来到尽量更新的第10期。这期我们讲的主题是让你的歌曲里边充满细节。有两个办法。第一种呢，第一个办法是用这个拍音器 arpeggiator。之前Mr. Bill 跟 Slink 分享过这个办法，然后我在这个办法上做了一些优化。然后第二个办法是用一组比较困难或者复杂的那个快捷键。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办法开始讲起。对它，我忘讲了，它整个使用的思路是一个叫 fills 这么一个思路，就是 fills 其实是一个鼓组里边的一个词汇吧，打一个 beat，然后你这个四小节接下一个四小节中间的时候，你往往会加一个类似于什么嘟嘟咚或者咚哒哒或者之类的，或者之类的东西。对，你用这些东西来让它做一个衔接，这个东西叫 fills，它是一个鼓手的常用的这么一个术语。但后来随着软件和电子音乐的发展，这个 fills 在好多电子音乐制作人眼里，它就是一个填充物，就是我任何时候我放上这么一些 fills，来让这首歌里边充满一些小细节。那后来呢，随着 glitch 音乐变得就非常盛行了一阵子，然后这个 fills 就不仅仅局限在说我只把 fills 用作鼓，就是我打一些点儿什么的，没有一些小 bass，甚至一些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声儿，那种滋滋哇哇的声儿，它们也可以被加在一个歌曲的任意位置，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四小节接下一个地儿的那个叫过门的地方，不仅仅是那样了，它变成了一个你其实放在任何位置都可以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第一个办法是用这个 arpeggiator，我先把它关掉啊。然后还要用的一个东西是这个 Ableton 的这个 drum rack。这个 drum rack 是这样，其实你相当于是用这个拍音器来作用这个就是这个鼓组柜，但是这个 drum rack，你看它可以放这么多的采样，它并不是说 OK，我就是一个只能放鼓，你放任何东西进去，它都可以。所以对于这个拍音器来说，它不在意你放进去的是任何东西，它在意的是你放的是什么位置，然后它就来就是爬它。接下来比如说我们来放一堆啊，好，我们就这种啊，就这种东西啊，我们就找一堆，直接拽进来。我们建一个轨道，所以它现在我们有这么些东西。哦，它中间还有一堆那种很长的，你碰见长的也没问题啊。啊，你像这种长的，你就直接切一下就行。Yeah. 啊，那这个一听也是长的，就切一下。但是我刚才听 kick 有点多，对吧？你如果 kick 多的话，你可以删几个，或者你把它的这个 K 啊调高一点。Yeah，我不建议在 fills 里加入底鼓了。啊，这种删了，再删几个。总之你还是都得稍微调制一下。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是我们现在有的所有的东西，然后按住 Option，我们每一个都要把它拖满。这个办法，Mr. Bill、Slink 啊，他们都介绍过，我只是稍微做了一个优化。如果你之前看过他们的视频的话，这个招你应该知道。那假如说我先把音量开小一点。假如说我现在点一下的话，播放的话，它肯定就是所有这一堆瞬间一起播放，而且就播一下嘛。
中间有一特长的，中间有一特长的，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然后这时候就开始上这个 arpeggiator。当你上了这个 arpeggiator 的时候，它相当于就是它在自由的走这些，然后把这个 style 改成 random mother， 然后呢，它就会它就会这样去走。当然你可以调它的 rate， 你可以调更快一点，对，慢一点。OK， 这就是这个办法。当我们在使用这个这个 arpeggiator 来做这种 fills 的时候，它往往太强了，然后我们并不希望它音量这么大，而且我们也不希望它出现的如此频繁。比如说你现在调一个1%，它就太强了，太多了。我们并不希望它出现这么多，也不希望它这么强。那你希望它的这个响度降低的办法就点这儿，点这个 velocity， 就是这个力度。你点完它 on 了以后呢，你看到这儿啊，就每一个音符啊，虽然我们都集中在第一个，也就是说这儿啊，比如说我们上面可能选了得有30个音吧，这儿其实有30个来标定力度的，因为我们都是直接就点出来了，所以它默认力度都是100。然后这个 target 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音它的力度。decay time 如果我们把它比如说调到10毫秒，它只会响一下。为什么呢？这个 decay time 就是说你达到这个 target， 你现在是达到0所需要的时间。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target 现在设计的是127，这时候我们按播放，它会在10毫秒的时间里把力度达到127，那你一听现在就会很吵，因为它用的都是最大力度。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调到14，它就会是说你的第一声会大的，因为你的第一声在10毫秒以内，然后接下来它的力度就大家都变成了14，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解释的够清楚吗？我们就把这个力度设为0，然后把 decay time 设为10毫秒，它响一下之后再也不会响，因为10毫秒之后它的力度就到0了。然后这时候呢，我们上一个 LFO， 这个 LFO 的作用是我们去作用这个 target， 就是我们希望它有时候是0，有时候比如说到40多、50多，然后有时候又特别大之类的。然后这个地儿我们就，如果这时候啊，你看你 mapping 一下这个 target， 它就会在0到127之间这么走，因为这时候你的 depth 太大了，就是从最低到最高。你如果往下拉呢，它基本上就在中间走。如果你拉到0，它就会取绝对中位嘛，它就在绝对中间嘛。对，这其实一个小技术点啊，我可以把这个 rate 比如说改成1.5或者3/4之类，这是个小技术点。就是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个Maxwell Live 的 LFO 不好用，所以我后来我自己找到了那个 Shaper， 我一直用那个 Shaper。为什么我觉得它不好用呢？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我想就是每当这时候我 mapping 过去的时候，它永远都是在中间走嘛，因为或者你把它弄成一个这个 square wave。对，它就是更生硬的，但是永远都是走中间。然后直到后来我发现它这儿其实是有这个按钮 offset， 就是你把这个 offset 拉到-100，它就会在这个0到比如说它是0到16之间走，你拉到正100，它就基本上在这个110到170。那换一个波形的话，就走得更随机一点，110到127之间这样走。所以我们大概要的是一个，它从0到比如说16可以没问题，它就是这么一个力度在走。那你听一下，它最后就变成出现的没有那么频繁了。对，或者你把这个改成 random，
那 random 还是经常容易就一直开着了，所以你还是最好走一个3 wave， 这样它就经常回到0。这个出现的频次在我看来就是 OK 的。然后你可以比如说开一个轨，把这些都录下来之类的，然后放到你想用的地方。就是用这个 LFO， 然后去作用于它这个 target， 然后把这个 offset 往下拉，就这个 decay time 你无法把它调到0，所以你第一下你基本上可以去掉它，你就不要它就好了。对，无论它第一下是啥，你就去掉不要就好了。这是第一个办法，听起来稍微有点复杂。我还是举个例子吧。你有一个鼓组。好，你有这么一鼓组，然后这儿是你做的那个 fills， 你单听这鼓组，然后加上这个 fills， 并不是每一次出现的，有的时候一下会特好，有的时候就不好听。但是你第一个肯定不要，对吧？你第一个是肯定不要的，因为第一个太响。有的时候出现一次就特合适，哇！然后有的时候就觉得它强了，所以你还是得就是把它录下来，然后再切片去采样它。对，这样你的听起来就很丰富了嘛。这其实是 fills 的用法。我们不把 fills 当成 drum fills， 我们把 fills 当成任意一个声音来看待，把它放置在各种位置上。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是我自己琢磨出来一个办法，是因为 Ableton Live 里它的快捷键非常非常多，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可以把 Ableton Live 所有的快捷键都给记下来。其中有一个快捷键，我认为是最复杂的快捷键。比如说，我们把这轨 duplicate 一下，有一个最复杂的快捷键，它是这么用的。比如说啊，我们现在选这么一块，这么一块吧。你正常如果要单放它，就是就这个事儿。然后这个快捷键是你这样记 ，Shift 加 Option 加鼠标按住后左右移。这个 Option 如果你是 PC 用户的话，你就用那个 Alt 键；如果你是 Mac 用户的话，就是 Option。所以你按住 Shift， 按住 Option， 然后再按住鼠标左右移，它会在这个采样里左右移动它出现的位置。经由这个快捷键以后，你就会多出这么一个用法来。然后比如说我们把它升一个8度，我们听一下啊。假设是这样的吧。然后我们就开始用另外一个快捷键，就 Command 加 E，Command 加 E 就是切开。比如说我们随便切一点啊，就把它切碎了。其实切碎了是更好的，切碎了它会听起来更 glitch 一点。好，我们假设是这样的，就不细调了，只是分享方法。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用刚才那招 Shift 加 Option 加左右，你这样选一点，这边选一点，然后因为你这样选的时候，我们上面是从上面 duplicate， 我们从上面复制下来的嘛。你正常要是不动的，就是不动它的话，它出现的肯定都是一模一样的声，这相当于是一个两轨叠起来。有时候你会连续出现3下一样的，效果会很好。然后你把它拖到最左边，它就肯定是你采样一开始头的位置，基本上就没声了。然后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它的效果。如果你没有它的话，就是非常正常的声音。有些你觉得不合适的地儿，你就把它删掉。然后有一些地儿你觉得，尤其是比如说像这种地儿，像这个位置就特别适合加一个特别多的，你可以切很碎，然后对然后其实还有一招，比如说这地儿你可以
这地儿吧，你还有这么一招，看盘加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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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切很碎，切很碎了以后，你选定一个，然后选 reverse， 倒放，然后这个也再选一下 reverse， 然后这个也 reverse， 听一下太短了切的，你需要找一个长一点的切。这一招呢是我刚开始学 Ableton 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做 glitch 相应的招都很少，这是比较常用的一招，就是你选一个很长的鼓组里的一段采样，你切一下其中的几块，然后再把那一小块倒放一下，出来的效果就是 glitch 效果。Yeah， 就能听出那个 glitch 的效果来。Yeah， 对，你切的越长，切的越大块，这 glitch 的效果越明显。听这块。Yeah， 刚才说的这个切的这种，它只适用于 glitch 音乐，其他音乐是不适用的。但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两招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音乐，而且你放进去的可以是任意的东西。我们刚才是用了这个鼓组，然后把它拽下来，然后升了24度，对吗？你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你再拽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采样过来，然后你先把这个采样玩一通，哎，你觉得两边挺搭了，然后你再去 Command 加 E 切它，然后再用这个 Shift 加 Option， 然后加按住以后左右再选一些块状物来把它放在你觉得合适的位置。OK， 又是充满细节的两招，然后这两招的核心逻辑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鼓组的 fills， 而是要把它当成一个声音的 fills。整个歌曲就是一堆线性的声音，然后你可以在这堆线性的声音里加入各式各样的东西。对，大概这么一个思路。好，我们这期的第一个环节就这么简单，然后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瞎聊天儿。这期好快，这期10几分钟就讲完了。DDDE5 问你平时听华语流行音乐吗？不听的。然后可能如果有人给我推荐的话，我偶尔会听一下。这个技术分享我之前做的都太长了，不是这期太短了。这期的这个逻辑啊，其实如果你学会了以后，好多歌你就可以任意的改，任意的做。我看看我之前做实验的时候做的是啥？因为我有时候会发现，我讲的时候会比我做实验的时候少讲一些。这个东西，呀，这是干嘛？这就是你可以找一堆那种 fills， 就是那种 glitch 的特效啊，一些小 bass 的声，一些小鼓组的声，然后你把它们贴上去，统一的录成一条。这条比如说你录很久很长，然后你就把这个东西命名为，比如说什么 feels all 之类的，然后你就有这么一个采样，你把它存起来，存到你的这个自己常用的一个文件夹里。任何时候你需要 feels， 你直接把它拽出来，不是那么长吗？然后你再用这个 shift 加 option， 然后这个方法来回的移，或者你就建一个类似这样的 drum racks， 比如说你这个 drum racks 就命名为也叫 feels all， 然后你把从这个到这个你全按住 shift， 然后全选，然后按 command 加 G， 它最终就整个组成了一个包，然后你把这个包命名为 drums all。然后比如说这儿你可能已经把它填满了，所有的采样都在这儿填满了，然后你存到你常用的一个工具包里。你下次想说，哎，我这个地方适合加一些奇奇怪怪的 fills 的时候，你直接把它拽出来，它就已经这样了。对，19年出24小时 battle 后续，你说还没设计过第二轮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就是我做那个东西的时候，我是特别失望的，因为我没想到音乐圈大家太狭隘了，就是所以我对那个项目非常的感觉不好就是因为我觉得人性比较差，中国人对于 battle 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让我失望的。就按理说 battle 应该是一个，就是无论你看起来多么的剑拔弩张，但背后事实上它其实是一种
就是非常发自真心的切磋与交流，就是哪怕就比如说你说黑人的 rap battle，他们 rap battle 完了以后，接下来他其实是两个人是可以惺惺相惜的，然后互相学习对方的好处的。但是我在做这一次24小时 battle 的时候，我感觉我投入了真心，但是从对方那里没有得到合适的回应，所以我觉得 battle 这个东西可能，以大家的心智程度吧，可能做不了我预期中那么好，对，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推进这个事儿。然后李子柒，我听说过这个人，他好像 YouTube 挺火，是吧？然后我没有关注他，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最近微博产量没有什么好发的，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你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边，你至少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的沉默，然后不要加入到那样畸形的狂欢里去。嗯，修波素敏慢慢互相做对方的曲子，我想问，你可以多大程度靠听力做出别人的曲子？取决于可以听他那个歌曲的时间长度吧。就是如果说我可以一直听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规则是你只能完整的听一次，那可能就得看对方的歌曲是什么风格，然后以及我当时的记忆力状态、体力啊、精力这些。那如果是说你可以一直听，那其实说白了就是所有干制作人或者干编曲的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功，就叫八代。对，这个还是非常容易的。我多重了？现在快160斤了，我体重大概比之前沉了14、15斤吧。胖了。北大这事儿有了解吗？北大是一个那个教授作假的事儿是吗？我好像之前在 Twitter 上看到了。守望者电视剧看了吗？没有，没有。Oh my God，万岁说末将深夜说少话啊，就说骚话的节目对吧？那么好久没有看见他做了。我朋友的意思是说，就是大家都只会打嘴炮，所以就没意思，就不想做了。路人家说，你之前说每天转5到500个夸你的哪儿去了？我好像把这事儿给忘了啊。有时间的话就翻一下。但是我其实现在我打开微博的时候，我是有负向情绪的。我不经常打开微博，因为对我感觉我的 feed 里几乎出现的因为我那个不，我朋友那个号 Multifont 那个号，他的关注人数是0。出现在 feed 里边都是要不就是一堆你完全不感兴趣的什么美食啊、宠物的，要不就是一堆让人看了以后会就 what the fuck 的东西，就是你会感觉到大家的精神状态都不太稳定，而你很自然的你会认为说，OK，这应该只是少数人的状态吧，大家不应该都是这样的吧？但是你看的越多，你会发现啊，都是这样的。我最后只剩一个办法来安慰自己了，就是说，发生的毕竟会是少数，而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其实是能知道事情好坏的，知道好歹的。但是我对于这个事儿，坦白说，我没什么信心。对，我本来其实也是很想说，呃，把好多事情讲清楚，但是不能讲，那我们至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对，不要加入到那样的狂欢里，那样不好。明年还做现场演出吧？我1年会做一次演出的，这个是肯定的。只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明年的演出演什么，以及在哪儿演，我都没想好。Telegram 频道呢，就是你看，其实当大家这样问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堆疑问，但我是有自己的规划和安排的，我要做什么事情，对吧？所以好多事儿我其实是没有精力去做的。就像 Telegram 频道一样，我肯定不会去建的，因为对我来说，如果有一个地儿可以跟大家交流很好，如果没有一个地儿可以跟大家交流，对我来说没关系，所以我就不会主动去见他。对，所以我说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意向可以去见，然后你可以把我拉进去，这是可以的。但是说让我自己去见一个，对我来说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诉求，所以我就不会干，因为还是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安排好。就是如果我是说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的话，
我铁定就没有时间做音乐啊、写剧本啊这些事情了，对吧？就每个人的精力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就是当音乐我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就非常吃力，因为你现在想取得任何一个方面上的进步，都比以前要难太多了。你以前就是你打开 YouTube，你无论是好，你觉得你自己薄弱的是什么？我声音设计上还有点弱，啪搜 sound design，哎呀，我这个和声连接上还有点弱啊，啪搜这个 chords，然后啊，我觉得我这个混音上有点弱啊，so mixing，母带上弱，so mastering。你任何一个东西弱，你就一个礼拜时间把所有的这些视频都看一下，你能搜出来的视频，你就一个礼拜时间你都看，一天看上6-7个小时，然后在实验上6-7个小时，这一天过去了，你会发现哦，水平一下进步一大截。这个东西从原理到技巧，你基本上都掌握了。这时候你会选择哦，就是另外一个我不知道的领域，比如说我再进入到另外一个声音设计的技巧，或者我进入到另外一个甚至是叫什么的做人声的技巧，怎么把人声修得更好听？对，你就去铺下一个，然后你铺的时间越久了以后，就2-3年过去了，就 YouTube 上所有能出现的视频你都看完了，各式各样的教程你也都看了，你也都会了。这个时候，你唯一能指望的就是你自己去查出什么什么新的路径来，而这个概率可就非常非常小了。你以前看视频的时候是把所有人查出来的那些概率就一下就全吸收了，这很爽。可是慢慢你也到了一个必须自己去产出、自己去查出一个灵光一闪的途径的时候，那个概率是小得多的。所以啊，我最近又去看看那个硬件儿，也是因为说，我觉得我现在遇到瓶颈，我还是对从硬件儿里再去找一些思路什么的，也是因为说不想让自己就长期的不进步。能在墙外发生吗？是这样的，你肉身在墙内的话，你在墙外发声，那说白了也就是小打小闹，而且你还随时会被叫去谈话，这样不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如果你肉身在墙内，你想影响的是什么人，你应该在墙内发声，对吧？那可是你在墙内不允许发声的时候，那你就不发声，而不是走向反面，就是说我去发那种让我发出的声音，那就不好。对，嗯。对，其实就是核心道理就是这个，就是你到了高处，就是能教你的人少了，你只能说去自己琢磨，然后，这个过程就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大量的消耗，所以你的精力就会被迫被压缩。王局也在 YouTube 了啊，其实感觉大家都在 YouTube 开 channel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海外中文自媒体嘛，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儿。如果上 Stone G 有了解吗？我知道这个账号，就是咱就别在这儿讨论他们了，因为讨论他们的话，可能节目就要被封掉了。反正基本上大家能在 YouTube 上大家能看到的，我肯定都能看得到。对，就是大家喜欢的，我基本上也都会喜欢啊。但只不过就是，对啊，你懂的。Oh my God，万岁说2年前看了你推荐的《心流 Flow》那本书，收获很大。对，那本书真的超棒，我还挺推荐的。就是我当时推荐的时候，这本书绝对没有火啊。对现在好像也不火，但那个时候连"心流"这个词都没什么人知道。对，而且那本书真的特别的，看起来像一个心灵鸡汤一样的封面啥的。当时还是一个程序员朋友推荐给我的。就如果一个程序员朋友推荐我这么一本特别偏感性向的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它应该是可靠的。对，就是你拿过来看的时候，发现它还其实是一个挺严谨的一个东西。但心流这个概念，flow 这个概念，现在应该是很多人都很熟了，都会挂在嘴边儿。你至少对好多人跟我聊天的时候都会说这个词儿。最近有看什么书吗？实体书啊，实体书我想想啊，看看啊，这本应该是我上次去巴西的飞机上看。哦，这本还没看。也就是说，我上一次看实体书
是2个月之前了，在巴西的飞机上看完了这本，我强烈推荐这一本，叫《幻影书》，理想国出的。这本小说确实是看得我就是浑身冒汗的，想象力还有文笔是可以就夺人心魄的，我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然后这一本是一个功能性的书啊，就是一本算是叫工具书吧，语言学的邀请。这本我还没开始看。那个网络小说我最近还是一直在跟的。我每年会抽出1周的时间来读一本此前没有读过的至少300万字以上的书，来测自己的阅读速度。对，然后我今年选的这一本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最近刚开了一本新书，就是那个无限进化流那个卷土呀，卷土早期的一本书叫啥来着？王牌进化还不错，没有出现退化。今天是看的第3天，已经看了70%了。然后剑来我是一直在跟的，对。然后那个卷土不是也出了一个新书叫《最初进化》吗？对，秦王推荐给我的，因为他感觉他好久没有出现了，所以秦王推最初进化，我以为是一个模仿他的人写的，结果一看啊，是他本人写的，那还挺好的。如何提高阅读速度？就多看吧，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而且阅读速度这个东西还是取决于说你对待这本书的态度吧。你要去读一个正儿八经的著作，或者一个工具书，或者一本特别棒的小说，你会有意识的放慢阅读速度，让自己去充分想象和充分享受的。而你读网文的话，基本上就是非常快嘛。对，我给自己的要求是同时跟的书不能超过4本嘛，4本书一起跟的时候，我的一天用来阅读网文的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对，有个例外，剑来有的时候会让我读的特别慢，因为它有时候一章都6、7千字，甚至有时候上万字。以后演出只在北京吗？应该不会只在北京。如果是演音乐节的话，你肯定要去外地去演。如果是自己的专场的话，一半的可能会在北京。北京我有点烦了，因为场地都那样，就那么俩场地可以演，对吧？就是我正好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我的场子非常尴尬，我的场子首先我不能去北展，对吧？那都木质的椅子，红色的，我的场子肯定是没法大家坐着听的。我不可能说我去放电子音乐，然后底下坐2000人。那站着听呢？站着听的地儿最大的就是能报批的，就是糖果，能报批就600人。那如果你去看了今年3月30号的演出的话，你也明显能感觉到了，它肯定超过600人了。但是你能报批的人数就是600，对，那是能站着看的北京最大的场子。然后糖果都这样的话，就是说北京已经没有适合我演的场子了，就比较理想的情况是1500到2000可以报批的站着的场子。如果国内有这么一个场子的话，我是很愿意去的。上海其实好像是有地儿挺好的，但是我没有去演过。小场子的话，其实演着特舒服。但是小场子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毕竟有唱片公司，你有这个经纪人，对，他是不会允许你降低身价去小场子里演的那对吧？也挺可惜的。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明年吧，我想放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的时候，那我又不能去小场子里演出，那我干脆就比如说我弄一个桌子，然后就直接拍下来，做一个类似于就是 live streaming 那种线上的那种直播，那样也会挺好玩。OK， 云蹦迪，对，我的判断啊，就是以现在的情况，未来所有线下跳舞可能逐渐都会收紧。那未来你想跳舞的话，你必须要学会
自己跳舞，自己在家跳舞。OK，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个环节。这周推荐2张，第一张是一张 Funk 专辑，Funk，今年听到的第一张比较好的 Funk，没有特别杰出，就是不是杰出或者特别棒，就只是所有中规中矩的这些 Funk 里最讲究的一张。我好像最喜欢的是第3首，听一下啊。要这首。这张我觉得它中规中矩呢，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它的混音和母带都是非常好的 engineer 们做的，但是就是这种工程师们做的很利落的东西啊，会让我觉得特别的乏味。就你听不到那种自己的想法，还有那种特别完全超出你的混音经验和你的母带经验的东西，你听不到。你只有听那些自己做混音、自己做母带的人做的东西才好。然后第2张，这张算是今年比较好的一张 funk 了啊。然后这张我还挺喜欢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小孩儿，我特喜欢这首。太奇怪了。哪首有声我们听哪首吧。
说他做的歌会比 Quartet 要强吗？当然不可能的，对吧？但是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喜欢听这种，就是简单美好，然后不复杂。对，因为我昨天去小新那儿跟他聊了会儿，就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感觉我现在的歌做的已经复杂到，即便是音乐制作人，他听起来也非常费劲，就是他太多了，太碎了，然后听不过来，就是做音乐的人他有点听不过来。我其实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不自觉的，我现在会更喜欢听简单的东西，就是轨道数很少，然后每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都特别明确。我最近也开始有点喜欢这种感觉了，对，因为可能复杂的东西做的有点腻了，还在寻找一个平衡，可能又去做一段时间的特别简单明确的，然后又会想做复杂的，或者可能有的就是简单的地儿特简单，然后中间复杂的地儿又特复杂，反正它也是一个自己喜好的过程吧。因为做音乐其实就是优点就在这儿，就是你永远都会有一个玩腻了的时刻，这时候总有一个反方向或者一个融合方向来供你选择。对，硬件玩腻了玩软件，软件玩硬了玩腻了玩硬件，然后或者 fusion 软硬兼施。对，或者你做复杂了，你又想简单，简单了想复杂，或者有些地儿特简单，有些地儿特复杂。我觉得做音乐的好处就在这儿吧。嗯，喜欢的。哎呀，我靠，估计是这些年来中国音乐制作人的进步。What the fuck？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了，肯定是这个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好不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